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来到了陕西延安的延川县。来陕北已经好几天，基本是在国道的行驶，看到很多窑洞，因为陕北窑洞是必不可少的。以前我们看影视剧中也能够看到很多窑洞。那在路上今天发现一个古村落，陕北的古村落。那这些古村落可能就是跟窑洞有关，因为南方的村落大部分是木结构或者砖结构，那陕北的古村落可能就是石头和黄泥土。像我旁边这些就是窑洞。陕北有一点天气非常好，阳光明媚的，就是比较干燥，然后呢暴晒，这个南方人可能有点不习惯。我来陕北差不多4、5天，也感觉有一点。这种就是典型的陕北式的院子，四合院，门前还有一个那种石碾。那这个窑洞有一些日子已经没有入人，看上面这个窗户就能够有一段历史了。里面看一下，这里不知道是不是影视剧拍的，还是说是属于以前住的人家，因为这个古村落以前好像拍过电影。那这里大家看得出来这个窑洞有什么特色吗？首先就是炕、灶台，还有放碗柜的。墙壁都是黄泥土，一拍轻轻的一碰全是黄泥，这种大家应该都见过。石磨，为什么在陕北每家每户都有这个东西？给大家说一下，它是因为在之前黄土高原基本上是种植玉米，那大家吃的东西主要也是馒头或者是面，那这个东西是要加工出来弄成粉的，它就靠这些磨出来，所以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。然后他们很多时候搭载的简易的桌子也是放在自己院子里面。这里非常多窑洞，只不过这些窑洞跟我们看到的有点不一样，可能这里是属于古村落重新修缮了。我们平时看到很多窑洞是在黄泥大山挖出来的，而它这里相当于是建的一个房子，只是弄成了窑洞的形式，这有点区别啊。它上面是压了一层土的，而且可以看到，在陕北我们说的经常树木很少，黄土高原上嘛，而在这些村落都会种植一些树，这要是为什么？大家应该也能猜得到，黄土高原太阳大，都是暴晒，那么基本上是要每家每户旁边种几棵树。这是为了乘凉用的，因为夏天也不能一直坐在房屋里面嘛。如果说坐在这树底下，还是很凉快的。说它这里是古村落，那么历史肯定是非常悠久。这个村落建村的历史大概是在元朝时期，离现在750多年的历史。大概有窑洞，现存的是167孔，是陕北地区现存规模最大、结构最完整的古窑洞村落。那这个也是属于国家传统村落。那么很多影视来这里拍过，这里还弄了一些路灯，不知道是不是开发成古村落修建的。往这边走一走，有一个小院子。黄土高原上的窑洞，每户都有一个小院子，像一些独立空间。哇，真的挺漂亮的。这里的窑洞太多了，这一块前面顶部都是依着山势而建的。那这一棵树就比较大，而这一户人家也算是大户了。房屋在这边，那个养家禽、养羊可能就在这边。像这个我们刚才也说了，属于磨一些东西，而那个桌子可能是用来做饭。为什么会在外面？大家看一下，这棵树非常大，在这个院子里面其实是很凉快的。在黄土高原上，只要有阴处都不是太热。那么夏天他们可能就在户外做饭，冬天不行，一定要去房间，会比较冷。所以我们经常看很多窑洞，它里面是被熏黑的。前方那几个院子感觉非常不错，像这个就是窑洞门前的一个桌子。可能一家人就会坐在这里吃饭聊天。
你像白天出去干完活回来肯定是比较累嘛，就是坐在这里。那晚上睡觉之前也会在这里聊一下天，商量一下事情。很多农村都是这样的，并不是一定在房屋里面，因为农村的空间更大，跟城市不一样嘛。这里相当于是2个院落，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说的2兄弟分家，也是共用一个院门。这边感觉这些门都锁住了，看这个窗户和门就知道这个窑洞面积挺大的。以前我们小时候家里前面会种一些枣树，黄土高原经常是缺水，所以大部分人喝水都是属于打井水。还有一种呢，他们有地窖，也可以存放东西。继续看，这里就有点生活气息。桌子还放了很多那些大缸，不知道是不是做那种腌菜。这些树木好像真的是枣树，我在地上看到有些落下来的。这几个窑洞非常大，这种生活大家喜不喜欢？窑洞，南方人可能住不惯了，北方人特别是陕北，很多人从小可能是住窑洞长大的。当然，现在有一些例外，大部分人有条件好了，搬出去了，在城里买房了，可能就没有体验过窑洞。但是像我们这一辈或者上一辈，在之前的很多陕北人都是住过窑洞的。这个窑洞还保存的比较完好，很多人冬天的话吃饭就是在炕上摆2个桌子。那里面呢，就是厨房，放碗筷的。这个大家应该非常熟悉，影视剧中经常会演驴拉着这个东西，它是这样拉着的，只不过现在这个坏了，拉不了。但是呢，我们推一下，就是这样的，可以活动的，这样绕着。有时候也会人拉，所以经常开玩笑说，把人当成驴。拉几圈人就晕倒了，因为这个是一直照着圈走这样走嘛。下面就放一些玉米呀、或者其他那些东西，压碎，反复的压，就压成那种粉了。这个说真的，石磨我见过，这种这么大的我还是第一次见。陕北这个是特别多，南方的是石磨有，但是这种的话偏少，所以一般我们看到每家每户都有一个这样非常大的这些石板。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么多窑洞？反正随便一走，这里都是。这里肯定都是经过重新修缮的。啊，地上还落了一些枣，就证明这些树啊都是属于枣树。窑洞其实见过很多，你像在河南有，山西也有，陕西的关中就更有。那大家最熟悉的窑洞，可能就是陕北，因为看影视剧看的最多，大家最熟知的就是这个地方。甘肃也有啊，反正黄土高原，窑洞是必不可少的。这个窑洞里面还摆设比较整齐，应该是以前有人居住过的。现在来看一下，看一下窑洞人生活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。这个很明显，一个炕，这样是1个人，这样也可以1个人，所以这个炕有可能能睡3个人。那这个桌子是喝茶的，当然也可以在上面吃饭。这里有个厨房，相当于灶台，厨房是这样一个小空间。那东西大家应该见过了，蒸东西的都有。那么为什么厨房的灶台会放这里？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。首先，灶台肯定是有浓烟，我们看很多，它上面是熏黑的，这里为什么没有呢？因为它这里烧火，那个浓烟通过这个炕排出去了，也就是说现在这里后面的窑洞经过修缮就有点改变，故而呢里面是看不到熏黑的痕迹的。它这里2个窑洞是连接在一起的，那这个相当于是主卧，看到没有？
我感觉这些地方有点像70、80年代生活的场景，大家猜想是不是？这些物件还有点古老。那这个桌子非常明显，有一段历史了。那这里也是有一个小灶台，可以煮点东西，煮点水。它主要也是可以这个炕加热的。所以说，70、80年代生活的场景，窑洞里面就是这个样子。那这里相当于是那个梳妆打扮的，因为这里主卧可能是夫妻住在这里。百宝箱啊，因为那个时候的柜子、箱子跟现在完全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是觉得这是70、80年代生活的地方。我现在是第一次真正坐在炕上面，以前没有过。那么如果说在这里聊天，有亲戚来了或者朋友来了，倒点茶，两个人就坐在这里交流。那吃饭也有可能。那么东北人有炕，喜欢吃大蒜，这个陕北人我就不知道了。但是这些肯定是大家好几个人可以坐在一起的。大家看过一部电视剧《平凡的世界》，它里面就演绎了这些场景。吃完饭或者累了，就可以这样半躺着在这休息，直接躺着也可以。这个炕呢，既是吃饭的地方，也是休息的地方。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？这个就是一种窑洞式的文化。现在其实南方人基本是体验不到了，而且在黄土高原，很多人从窑洞搬出去，因为修建了新房子，那这些窑洞呢，慢慢的后面有可能会被淘汰。我在陕北这几天一路上啊，看到很多废弃的窑洞，包括来这个古村落，这个不远处几百米也有一些废弃的窑洞，就有点可惜呀。那一般墙上面都会挂一些画，就跟我们家里自己也是一样的。那么还有时候呢，这个窑洞上面如果没弄好，会有很多灰下来。外面这个就是养羊、养牛、养马的地方。在这里发现一块与众不同的石头，2个孔，这个是干嘛的？这里头是四通八达。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的窑洞，上面压了一层土在上面，这个就会导致冬暖夏凉，里面比较舒服。有太阳再热也不能穿过土嘛。这些窑洞都废弃了，好可惜，因为看起来是比较新。不过这里应该是拍过影视剧，墙上还有一些标语。从航拍的画面也可以看到，这些都是废弃了，应该很久没有人去住过，杂草丛生。假如这些窑洞白送你几个，你敢不敢住？你敢不敢要？希望我们下次来能够看到这些窑洞有所改变。